天气开始热了起来，现在夏天到了，但是到处走看看台北荷花咯。这边台北市可以比较容易拍得到荷花的地方呢，就先两个，一个是中央英文公园，就是华山英文中心旁边的大草原，另外一个是植物园哦，我们去看一下那边有什么好拍的吧。往前走着，目前看到有几朵已经绽放了呢。拍荷花要场景的层次性，能够体现出前中后那美丽的纵深。造型美感呢，就交给自然的花瓣形状咯。目前也只有一朵非常大的荷花绽放在水之中，所以我们就以它为目标来取景构图吧。那怎么样凸显它的形状呢？除了利用深色的背景来衬托它的形状，压低视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是用低角度拍的话，会有更好的效果吗？使用老镜头 M42的 Pentax 135 f2.5， 光圈开2.5，快门拉高，饱和度呢就直接设在200，快门设到1600，就可以有效的把背景压暗。好的，这样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反光度200，然后手的焦 ，Right， 瞬间就拍完一张。就看到前面在呼吸的鱼，走走看看，看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拍摄机会。换个角度也是可以试着拍出逆光所衬托出来的形状。来四处晃晃走走，这边呢就有几朵白色的莲花，看看适不适合拍照吧。随机生长状态下比较难 reach 到，还是适当的有一些长镜头来进行拍摄更为省力哦。在池塘边走着，太阳晒过的荷叶香气 ，amazing。一样的场景，但是阳光出来的就有不同的质感。再来拍一张看看。在水池边，偶尔可以捕捉一些生态画面，也是非常有乐趣的。基于花卉在光照上比较严格的要求，如果太高反差的话，通常花瓣质感拍不出来。要拍到比较低反差呢，通常必须要在阳光在地平线的附近。而在夏天的时候，通常意味着5、6点呢就要出门开始拍照咯。如果一旦上到7、8点，阳光高起来之后，光线质感就不见得对拍照有帮助了。使用长焦镜头，我们现在使用的是135长焦，在拍摄荷花题材的时候，还算是绰绰有余呢。使用135 mini 的老镜头 f2.5 光圈，搭配转接环之后呢，使用在即便是 APS-C 的机种，比如说富士 XT1 上面，依然可以获得等效135的焦段。这样的望远呢，在拍摄荷花上相当适用。可是如果觉得望远效果还不够震撼的话，可以试着再换一颗200 mini 的镜头来看看效果会怎样吧。一样的距离，如果使用200 mini 拍摄的话，主体的大小掌控会更加容易。由于是老镜加上长焦，拍摄的时候呢，必须要更加的仔细盯好快门速度，我就尽量将快门速度控制1/4秒以上，确保可以获得干净稳定的成像。因此，使用更长的焦段来获得良好特写，更可以轻易的将想要拍摄主题凸显出来。Right， 离开中央英文公园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台北植物园。这边呢，就是我推荐的另外一个拍荷花的景点，这边也是非常容易到达。从南门站出来，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很多摄影团体呢都来这边
不管是教学啊，或者是拍摄野生动物，是一个非常摄影 friendly 的地方。enjoy这边的绿色吧。以前读台艺的时候，板桥离这边很近，所以一个礼拜来个几次。来看到它这边的规划设施呢，越来越进步，整体的美感啊、质感啊，都很值得一游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就来到了荷花池。有时候来这边可以看到不少的美术科系啊，来到这边来写生。来到这边呢是不用急着排，可以四周绕着一圈走走、瞧一瞧，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。遇到喜欢的景色，就拿出相机吧。现在是中午顶光时间，基本上是比较不利于火花摄影，看一看晒晒太阳。偶尔也可以看到造型啊，跟光线都很不错的画面。这一大片 amazing。如果是用50分镜的话，就只能靠得很近来拍摄咯。来大家看吧。在烈日下，虽然颜色很饱满，光影很强烈，不过这边拍久了也是要注意防晒。夏天这样子晒呢，紫外线比较容易过量。前面这个距离比较远的，但是时候我们必须要换上略长的镜头来捕捉画面。而面对这么大的景色的时候，更需要注意构图上能够搭配前后景的穿插，在背景上有更多延伸，这样画面看起来会比较有乐趣。如果光线全开的话，景深分离感很强，适当把光线缩小点，就可以看到背景呢会有更多层次感。即便如此呢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在太阳比较斜射的时候前往拍摄，会比较容易有理想的光线照明的画面。而在转接老镜头的使用上面呢，透过卷胶转接环所呈现出来的老镜头的画质其实是更加优越的哦。
来到距荷花比较远的岸边的时候，必须要把镜头再换得更长一点。现在换到200 mini， 稍微可以拍距离较远的精彩画面咯。总体人经过剪焦之后的转接的画面还比较令人喜欢的。这些转接的话，不仅是有1.5倍的裁切，老镜经不起裁切，看起来画质偏软。相反的，经过剪焦之后，可以将画质提升个档次，看起来就比较顺眼多了呢。这样拍一圈就有很多早安图可以发咯。That's why I love the botanical garden so much. That's a lovely place to go. Even the best place to stay. Right， 这是为大家带来的2个在台北非常容易抵达的拍摄荷花的景点。所以夏天呢，想要拍一点专属夏天的色彩画，可以在这边试试看哦。See you， bye。